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上月27号在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演讲时，谈及美国经济与中美关系等话题。他表示，美国不打算与中国经济脱钩，美中双边货物贸易额去年创下新高。他解释称，拜登政府的政策是在对华贸易中去风险化，确保供应链不受任何其他国家胁迫，但不意味着脱钩。美国仍与中国保持着非常重要的贸易与投资关系，我们不会切断贸易。不过，沙利文仍旧为拜登政府的小院高墙战略辩解。他说，对向中国出口的最先进半导体技术量身定制限制措施，不是针对新兴经济体，所涉及到的也只是小部分技术和少数国家，是以保护国家安全为前提的，并不是为了伤害中国。深圳卫视注意到，沙利文并非近期抛出不对华脱钩的首位美方官员。美财长耶伦4月20号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表讲话时，明确表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应当建立必要的经济关系，且这种关系应当是建设性和公平的，而脱钩则将是灾难性的。他还指出，美方针对中方的所谓国家安全措施，并非旨在扼杀中国经济和获取竞争优势。拜登政府不寻求赢者通吃的竞争。在演讲的最后，耶伦依旧抛出了求对话的意愿。他表示，希望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中国，并与中方官员会面，以负责任地管理两国关系。而在更早之前，美国务卿布林肯也在强调中美沟通重要性的同时，表示自己希望在条件成熟时访华。他还声称，美国的目标不是遏制中国，不是为了卷入新冷战。美贸易代表戴琪日前访问日本时，也再次表示，华盛顿并不寻求与中国经济脱钩。中美这个经贸关系水乳交融，美国要想在短时间内和中国经贸脱钩是不现实的。相反，会给美国的这个经济、美国的这个就业，包括对美国的这个滞胀，都会增加可以说是灾难性的影响。不过，美方高官最近这些看似示好的言论，并不意味着他们改变了错误的对华认知。美方在反华行动上也丝毫没有把守迹象，持续在科技、经贸、国际事务等领域围堵打压中国。观察指，美国之所以口风有所调整，完全是出于自身的政治算计。当前，美国经济和金融形势风雨飘摇，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已突破31万亿美元。美联储为遏制通胀，持续上调利率，多家美国银行近期相继陷入危机，金融动荡又加剧了经济衰退的风险。美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美国2023年1季度 GDP 年化环比增长1.1%，大幅低于市场预期的2%，已连续2个季度放缓。《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美国在通货膨胀率仍然很高和利率上升的情况下，1季度经济增长下滑，增加了人们对今年晚些时候可能出现经济衰退的担忧。而美国政府可能最早6月1号发生债务违约的消息，又一时激起千层浪。当地时间5月1号，财长耶伦警告美国国会，这将是美国历史上的首次债务违约。在众议院拥有多数席位的共和党表示，如果民主党人不在支出和政府预算方面做出妥协，他们就不会进一步提高债务上限，而拜登拒绝妥协。分析指，凡此种种对已经正式宣布竞选连任的总统拜登十分不利，因此拜登政府一些高官近来连续放出软话，就是希望能够局部缓和对华紧张关系，帮助稳定美国经济和金融形势，从而争取更多选票。埃及开罗大学教授努尔汉谢赫指出，中国是世界第2大经济体和全球贸易的重要推动者，也是美国国债的主要债权方之一。耶伦作为美国财长，他清楚美中紧张关系升级的严重后果，尤其是在当前美国经济面临诸多棘手问题的时候。前一段时间，美国的硅谷银行宣布破产，这从一个侧面给美国的金融系统的稳定性敲响了警钟。那同时就是美国联邦债务它目前已经突破了31万亿美元，而民主共和联党就提高联邦政府债务上限问题还在扯皮。美国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就今年美国经济可能会进入到滞胀。那这一系列的因素就是让拜登政府觉得要加强和中国的经贸方面的接触和对话有助于给美国的金融市场注入信心，也有助于促进美国的经济的健康向稳发展。而近期国际形势的变化也让美国感到不安。沙特阿拉伯在中国斡旋下与伊朗和解，与叙利亚关系也在缓和。欧洲盟友频频发出战略自主呼声。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华后表示，欧洲不能成为美国的追随者。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说，欧洲不会因为与美国结盟就盲目遵循美国的立场。在金融领域，去美元化浪潮一浪接一浪。
产油大国沙特表示，对以非美元货币结算贸易持开放态度。巴西和阿根廷正在推进有关建立南美洲共同货币的讨论。东盟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探讨在该地区加强本地货币使用。这些动向反映了世界多极化的时代潮流，表明越来越多国家反对美国在世界上为所欲为。就连美国的盟友也认为，需要更有效的全球合作，才能确保以规则为基础、运转良好的全球贸易体系。据悉尼先驱晨报28号消息，经合组织秘书长、澳大利亚前财政部长科尔曼在一次国际经济会议上警告西方，如果与中国脱钩，可能会犯下一个代价高昂的错误，将使世界变得更加贫穷。科尔曼呼吁，让我们牢记开放的全球贸易和投资在生活水平和通胀下行压力方面带来的巨大好处。